有成分的仪态又来了。追剧的空档，仪态突然吃到一个惊天大瓜，女网红向思醒背着男友与富二代订婚，同时密会多位牌友。一手网红公司老板，一手房地产富二代的向思醒，现实演绎了忠犬男友和豪门未婚夫同时爱我的戏码，导演了一场电影都不敢拍的狗血剧情。被男友撞破好事后，女方还反咬一口，说男友 PUA 自己，反手就把男友送进了看守所。事情反转再反转，连娱乐圈纪检委王思聪都喊话要仰望这位高端玩家。向思醒可谓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了女海王的天花板，获封新一代时间管理大师。看到消息那会儿，他整个人都是懵的，这确定不是小说的情节？这确定不是狗血故事？这更绝的是，男友和富二代都不愿意放手，向思醒的魅力竟然这么大。还是先给大家捋一捋这出狗血罗生门吧。4月13日，一位 ID 为时代尖兵的人发布了65页长文，同时曝光了 N 张聊天截图和转账记录，实锤网红未婚妻瞒着自己和富二代订婚。我的天，现在娇妻带球跑已经过时了吗？三角恋也不够格了，直接上演多边关系。这就是向思醒的男朋友，某网红孵化公司 CEO 张科峰。两人刚认识那会儿，向思醒还是个刚毕业的某宝模特，而张科峰呢，也不是手握几家公司的 CEO。他们从业务伙伴开始变成了男女朋友，上下班都一起。2019年，张科峰发现短视频的流量风口后，迅速调整风向，投资200万运营短视频平台，并将向思醒包装成拥有100万流量的独立创业的优秀女性。两人开始了日进斗金的生活。随着事业的拓展，张科峰先后成立了6家公司，多数都是和电子商务、零售、贸易相关。他还专门用女友的名字注册了新公司，张科峰占股90%，向思醒占股10%。这完全就是当代励志剧本嘛！男方事业有成，女方小有名气，两人一起打拼事业，有时间就去国外豪华2人游。张科峰呢，更是一直把结婚当作目标，还计划为向思醒在杭州买房，并转给他100万作为结婚基金。这故事谁看了不说一句羡慕？然而表面有多幸福，背后就有多狗血。因为公司发展的很快，再加上母亲患病，张科峰非常忙，这也给了向思醒做当代海王和白莲花的机会。向思醒和他的父母一直想找一个有钱人，起初呢是看中了张科峰，但随后发现比张科峰更有钱更有势力的徐家，便果断放弃了张科峰，安排女儿去见了富二代徐公子。据张科峰爆料，2020年5月1日，向思醒以回家给爷爷休沐为由回了一趟台州老家。然而他回家的原因并未给爷爷休沐，而是为了回家和房地产富二代徐公子相亲。他和徐公子一见面就看对了眼，仅用1个月时间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。一边吊着张科峰以保后续能继续捞金，一边却搭上了富二代以保能嫁入豪门。这算盘打的实在太响了。搭上富二代以后，向思醒多次以去广州、深圳选货为由，背着张科峰和富二代约会。而向思醒之所以能两边顺利进行，多亏了他家人齐心。向妈妈时不时做菜给张科峰，其弟弟也很依赖张科峰，一家人用亲情加隐瞒的方式拴住了张科峰做牛做马，真是全家联手其利断金。后来向家父母又以向思醒直播辛苦、吃饭不规律、弟弟要来杭州上学为理由，全家搬离了张科峰的住处。于是向思醒和徐公子有了滚床单的固定地点，只有徐公子不在杭州时，向思醒才会将张科峰喊过去进行另一场负距离的接触。而这个富二代呢，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在和向思醒交往3个月后，竟然在酒吧睡了其他女人，最后被向思醒发现了。为了不失去富二代这棵好树，向思醒的妈妈还亲自下场教女儿如何应对徐妈妈，一边扮演小白兔，一边拿到主动权。果然，绿茶的背后还有更高级的茶艺大师。然而，当代女海王的生活中，怎么可能只有2个男人？在左手张科峰、右手徐公子之时，向思醒竟然还有3位扑克牌友，他和每一位都保持着友好关系。影视剧里的绿茶、白莲花在向思醒面前都弱爆了，好吗？更绝的是，向思醒在和一位叫陈某鹏的人约会时，不小心怀了对方的孩子。为了不露馅，他把孩子嫁祸给了张科峰。张科峰很内疚，给他找了一大笔钱，同时将结婚提上了日程。这边的婚礼还没提上日程，那边向思醒就和徐公子举办了订婚仪式。结果好巧不巧，张科峰的朋友就在观众席，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朋友发来的图片和姓名与自己的女朋友一模一样，张科峰当场懵了，给向思醒打电话，对方还说在给朋友做伴娘，随后便挂断了电话。当张科峰给向思醒的爸爸打电话，要求赶紧阻止这场闹剧时，对方也挂断了电话。
一个全家出马共同策划的择婿大戏这才浮出水面。等张科峰赶到现场时，向思醒就站在台上，当面抢婚的戏码又上演了。这一闹，张科峰被两家围攻，还闹到了警局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张科峰一边担心女友被家人所蒙蔽，一边怕订婚的徐家不知道向思醒早有男友，分别劝说两边取消订婚。而向思醒呢，则把张科峰变成了一个精神病男友，不仅在精神上 PUA， 还在肉体上强迫他。徐公子一家听了向思醒的解释后，选择了相信女方，而且没有结束婚约的打算。被人倒打一耙，张科峰便有了曝光的打算。他找到了向思醒的旧手机，用技术手段找回了他和家人的聊天记录，还原了细思恐极的事情真相。张科峰呢，通过时间线清晰、逻辑严谨的65页 PPT 实锤了向思醒女海王。向思醒的劈腿行为被曝光后，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指责。他本人也针对相关信息正面回应，表示最近传播的造谣、诋毁他的内容全都不属实。如果还有人罔顾事实对他进行诋毁，他将维权到底。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不合法，张科峰被关进了看守所。一气之下，他起诉了向思醒。而富二代这边呢也不好过，妈妈气到住院，自己也变成了冤大头。4月16日，有知情人士爆料，向思醒一家已经退回了富二代价值1800万的彩礼，两人的婚约正式解除。可这事儿还没完，毕竟是高端玩家，还闹到了人尽皆知的地步，怎么能轻易收场？同样在4月16日，向思醒上演了忏悔录。他表示，因为这件事使得家人被非议，非常难过，而自己其实是真正的受害者，被张科峰 PUA 当成了赚钱工具，还说差点因为张科峰患上抑郁症，父母看不过去才给自己介绍男朋友。在他口中，张科峰是一个想要用尽一切手段毁掉自己的可怕前男友，不仅大闹订婚宴，还诬陷诽谤自己。虽然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，但实质性的证据却没有。对比张科峰的聊天记录和转账截图，很难让人信服。女友上午刚泪洒直播间，张科峰晚上就上线了。直播中，张科峰说，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。同时，他也承认自己因为涉嫌窃取聊天记录被关进了看守所，这和之前女方的爆料完全一致。他建议大家不要再揪住女方不放，说现在自己对女方只有2个要求：一，希望自己和向思醒之间的感情得到女方的承认；二，希望得到向家人的道歉。毕竟他为女方和他的家人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和感情，如果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听到，太扎心了。张科峰还提到自己对向思醒提到了起诉，要求他偿还同居期间自己赠予的127万。同时呢，也表示如果向家愿意道歉，他自己就同意撤诉。向思醒的魅力竟然这么大，事情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，张科峰竟然还得给他台阶下。现在向思醒还未正面回应，不知道这场狗血闹剧还会不会出第2季、第3季。不过目前来看，多方主角似乎都没有讨到什么好处。这件事之后会怎么发展？会不会再出现惊人反转？还要打个问号。艺术源于生活，而生活远高于艺术。海的妈妈、海的爸爸、海的女儿、海的一家、海澜之家一柜子男人，实在太抓马了。理智吃瓜之余，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！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台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和关注， C 台每天都会更新一期精彩娱乐资讯哦。